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大国之间的竞逐啊，在竞争都还在持续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以及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刚刚已经在美国的华盛顿，在 DC 两个人已经见面会谈了，而且握完手了下一步王文涛就要跟戴琪来碰面。两边当然都有新闻稿可是看起来呢，也是很泛的这个叙述了两个人见面谈了什么，包括中国大陆说，他们呢就美国对中国的经贸以及半导体的政策、出口管制啊、对外投资审查等等啊，表达重要的重点的关切就说你美国人啊，你这个搞我这些限制这些我们很关切那美国商务部是说，中国大陆近期对于在中国大陆的美企行动表示担忧包括美光因为你这个安全没有通过审查把你限制住了表示担忧两边有对话了那另外呢，包括中国美光禁令的压力现在呢，美国面临了回击，因为中国回击了嘛所以呢，美中关系到底会不会升温呢你一来我一往如果说这个关系这么脆弱，双边都还在继续攻击，那会不会永无回头之日了呢？另外，我们看看拜登拜登的做法，那当然大家必须要这个仔细来检视尤其在军事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因为一直被美国制裁嘛所以这两个这个所谓的中美的两大国的国防部部长，现在看起来都没有沟通的管道所以美国的助理防长就说中国没有回复我们的会晤请求，我们想要见面可是你不跟我们见面那 Bloomberg 就说中国政府认为李尚福你对我们的制裁没有解除所以不可能因为不平等你制裁我还要跟你碰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两边有僵局。我们再来看看前2天，其实拜登有讲那时候在 G7 的时候，拜登有说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要解除李尚福的制裁，可是才1天而已美国的国务院就打脸拜登了，说我们没有要制裁，我们没有要撤销制裁所以现在外界也看不懂到底这个总统说了算或者是总统乱说话吗那葛莱仪美国智库专家他就说，李尚福还有奥斯汀没有会晤这意味着中美的国防高层如果这一次没有会晤的话，几年之内都不会有任何的会面他讲的应该是在这个新加坡的在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谈，如果没有见到面，未来都不会有任何的会面了。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外界也都在揣测美中到底会朝和解融冰的方向走，还是越战越激烈。因为包括你看到了最近的像是这个雪曼被这个调整了，那另外那个 China House 的华自强也被调整了，所以两边鹰派鸽派其实都还有意见的分歧，这个两边都还在对峙当中，或在拉锯当中所以美国的政策是什么？其实也是雾里看花。而另外拜登呢，现在呢面临的那当然就是美债要达到上限了那用大白话讲，就是美国没钱啦，没钱了怎么办呢国务院跟这个众议院两边在拉锯，可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系观众朋友我们要注意了，我们台湾有70%的外汇存底居然是美债所以你能想象吗？如果美债爆炸了如果美国违约了，我们全球当然都会有金融风暴，都跑不掉，可是我们台湾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台湾的部分，我们的外汇存底70%是美债，台湾央行到时候会怎么样？被迫减记，大规模抛售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呢所以这个很严重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中这个对峙的状况，美国不得不修改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包括一开始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目标很明确，就是美国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确保中国是停滞的。那过去1年呢，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都得到了一系列的教训，就是说呢，中国它才不是伊朗，它也不是俄罗斯你在经济上跟外交上孤立中国，最后
自己，也就是美国自己也会被孤立哦，所以美国现在正在修正当中。我们看看美国的盟友哦，在欧洲哦，德国现在德国的企业啊哦，在这个 COVID-19 现在解除之后呢，大举的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包括巴斯夫、包括宾士、包括西门子、福斯汽车都在寻求把商业利益跟政治给划分开来。而另外呢，包括你看到 Intel 的执行长基辛格哦，他前一阵子才到北京，可是他7月又要再去访问中国了，会担心他们都做环诺担心中美科技战加剧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另外大家知道最近台积电今天大涨了23元这3天我们的台股大盘劲扬213点是今天收在16505点，很多人都说这跟 NVIDIA 的这个大涨受到它的激励。NVIDIA 的执行长是华裔的黄仁勋此刻他人正在台湾。观众朋友，昨天他就到饶河夜市去 shopping 了。你看他手上提了一袋这个麻花卷然后呢可以看到呢，他一个大叔穿着这个皮衣这么热还穿皮衣这个皮衣是他的招牌。明天他会到台大去演讲台大的毕业典礼那必须讲这个 NVIDIA 现在可以说是最夯辉达最夯的一个题材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AI 的部分。他说过一句话因为他现在是美国人嘛，只是他是华裔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晶片制造不一定得在台湾，可是中国市场却无可取代。什么意思？台湾现在晶片当然是 No.1这个高阶的，可是未来移到美国，移到其他地方，移到日本，那未来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得出来。那中国市场没有人要放弃，无可取代，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了。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呢？很讨厌崇洋媚外有反西方前一阵子国泰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不是被录到了吗？被录音到了，歧视乘客。英文讲不好，我就不给你毛毯 blanket， 你讲错了，不给你所以国泰航空现在呢有一半的这个收入是靠中国大陆。如果你点燃了对岸的民族情绪毛毯事件就重创了你们的股价。虽然再三道歉，并且把空服员给开除了，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补救。来问一下老师，赖老师，我觉得这些歧视性的行为，当然要用消费的方法来抵制嘛。生气也没有用，就是采取行动。那采取行动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不搭你国泰嘛，多多搭华航，搭我们的长荣少搭国泰，就是尽量不要搭国泰。我觉得动他半年1年，看他改不改善。每个人都乖得很你看看，如果大陆的好朋友们多多搭我们的华航、长荣，您一定享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的长荣、华航对于两岸的旅客，对全世界的旅客，我们都是一视同仁。这个华航跟长荣，等一下要来跟赖老师，对不对？谢谢赖老师的广告了。因为我讲是事实，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本身长期以来那么离开台湾，一定是搭航空公司嘛，这是事实。所以我很早就不搭国泰了。我讲实在的，那因为不舒服，所以我绝大部分都是搭华航跟长荣。我几乎没有例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真的华航跟长荣给我们的最贴心的服务，其他的尤其是国泰，我坦白说，我很早就不喜欢了。那我认为大陆的朋友就可以的话，就不要搭就好了嘛。商业的公司，他就为了赚钱，可以选择啦，可以选择嘛。我觉得黄仁勋讲的没有错台湾的制造业很强，尤其是晶片的制造业很强。可是你制造出来的东西，你要有得卖美国也是一样你英特尔你制造出来的晶片，你还是要有得卖。那中国大陆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就是这么的强嘛。中国大陆制造业这么的强，中国大陆的产品会越来越多，不管是手机，甚至您所看到的所有的电器电子产品，只会越来越多，然后品质越来越好。所以对于芯片的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少。而且这个电动车也已经快要在全世界占比已经快要是全世界最高的了。目前来讲，出口量已经超过日本了，那怎么会？它的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大嘛。那我们台湾的不要受政治影响，能卖尽量卖，告诉蔡英文政府我不听你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美国现在都发现它出问题了，它对于中国大陆打得越凶，它的盟友离开它越远。尤其是像德国、法国啊，跟它的距离保持越远，甚至连它自己的同语系的澳大利亚都跟它疏远了。纽西兰就一直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那他现在唯一能抓的是谁？日本、加拿大，对，连英国都已经开始半推半就了，想要逃了。那现在的德国政府啊，也就要脱离中国，可是德国的企业说，对不起啊，你们这一届政府我跟你保持远一点的距离，等下一届政府来了以后，我们再跟政府合作。所以大家都知道，你越反中，大家就离你越来越远。民进党政府你也越反大陆的话，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企业离你会越来越远。最后，我觉得这个雷蒙多啊跟王文涛的会面，我们预期内，因为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对，没有结果，这个都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就已经讲了，不会有结果。但是这是彼此之间先把底牌亮出来，亮出来就是一切回到原点，也就是2017年美国川普开始对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回到那个原点，那中美可以开始谈 reset， 对，再来一次，就回到2017年的原点。来请教这个将军。对，香格里拉会谈下礼拜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是展开嘛，总共28个国家。所以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讲到那黄循财有没有？对，他在日本讲，就是说台湾这个是个冲突的热点。他在日本说，换句话，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谈呢，大家会走一个28个国家会走一个方向，大家不站边，不选边。他的意思就是，当初这个黄循财就讲了之后不选边，那个下礼拜就要举行了。这个在香格里拉的会谈总共有7场全体的会议，有6场是个别的论坛，是这个样子。那换句话说是蛮慎重的了。对。那今天我就讲过，他们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跟李尚福会不会见面？中国大陆就讲得很清楚啊，刚好利用这时候他就提出有条件，你这个制裁。你制裁李尚福，那我们干嘛要见面？你要把这个制裁先解决嘛。你这制裁一直保留在那边，那我还要见面，那不是中国大陆的低声下气了？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中国大陆会考量他的一个利益所在，刚好利用这时候，他就出招出牌，让美国来应付。哇，那要不要解制裁？解制裁要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那美国不自打耳光，对不对？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制裁？现在要制裁也是你，不要制裁的也是你，那你就不是自食它的这个结果，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刚好利用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谈呢论坛来做这个方面的出招，这个蛮有它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猫腻在里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讲到的这个美国的国债，是美国现在债券是24兆，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整体的国债是34兆美元，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庞大，大家都开始抛售，包括中国大陆都在大量抛售美债，都换现嘛，拿回来嘛，他要去用。一带一路要钱，那个到中亚这个也要钱，巴西基建也要钱，菲律宾要买，他也要要中国大陆投资也要钱。好，那我就把这个美债赎回来。那我们台湾这些外汇存底买到国债没有抛售，一直持有。那在持有这些国债，有的时候买美债，它是个死的我们知道那个利率，就筹天线率它是固定的，都没有动。有时候我认为要灵活使用，像中国大陆它这样灵活，我们为什么不能灵活使用？你去存到银行的钱是死钱，但是你做个灵活的投资，对国家的外汇存底来讲是个增长的。对整个国家来看，你的国库我们讲外汇存底是大的，你的国家是有经济上的实力。所以我认为要灵活运用，而不是抱紧的美债。对，美债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去抛售，日本。日本是全世界第2大的外汇存底，这些大外汇存底是中国大陆，第2就是日本。而日本、中国大陆它是美债买最多的1兆哦，它卖掉抛售一部分。日本1兆2000亿的美元的外汇存底不抛售美债，那我们台湾也走日本路线。对，其实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作为经济发展的立场，我们台湾有时候需要这些资金来提振我们国内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内在这一方面，尤其去年通货膨胀率那么高，也需要这些钱来平衡我们的经济，来加速我们的国家的发展。是。来，最后请教董哥，董哥你怎么看呢？这个经济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现在所有看到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是美国人造成的。全世界大概有1/3的人口是被美国人制裁的，李尚福算什么？他只是最近被算进去的。中国大陆最近他认为美光是可能有安全疑虑的，把它停了。在美国人就怎么可以这样？好好笑，你知道吗？美国已经用安全的理由把中国大陆1200多家企业都把它停了，
不准进来，不准跟他做生意，不准卖东西给他。你制裁人家1200多家，别人制裁你一家，你就哇哇叫。你今天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问题，经济问题啊，中美贸易大战什么，这美国人造成的啊。那这国家其实啊，让人家不敢恭维到这里，到这种地步啊，你制裁别人也会制裁。你打我100拳，我不能还手你1拳吗？全世界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就是美国啊。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在讲很多问题哦。真的有时候非常感慨，好像全世界都没有正义的声音出来。那在台湾有时候这种特别明显，因为我们政府是一个死抱美国大腿，然后用来筹装做他选举的资本嘛。他最主要就这样。2020年蔡英文会选赢也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听赖老师讲那个国泰航空。我也是感受也很深刻，我已经30几年不做了，真的。他有叫你讲英文吗？他英文我会讲中文我也会讲，可是我那时候因为两岸还没有直航，对，我从大陆回来是去旅行回来，你一看因为他把你行李就是用丢的，把那个轮子什么都丢坏，那我下来我说我刚提的是好的啊，我从机场偷过来。他理都不理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歧视。他歧视。香港人歧视中国人，跟台湾人歧视中国人一模一样。为什么向心要被限制了1200多天了呢？对啊，只是这个蛮倒霉的。他不是倒霉，是我们的政府可恶嘛。蔡英文政府恶劣到极点，因为他是大陆人。我告诉你，大陆人在台湾是没有人权的。管理都有钞票，我就是要，因为我打你，我对我的独派交代，对我选举有好处嘛，对不对？那检察官叫白胜文呐，他很高兴，哇，用国安法限制他，后来国安法没办法起诉，就改用洗钱罪，对，再找一个罪名来整你，因为你在台湾有买房子，我就有给你洗钱罪。那我们的人权跟北韩能比吗？差远了。我老实讲，全世界有这么恶劣的国家吗？我再举一个例子，5亿高中生的妈妈现在是人球啊。为什么？因为她是大陆人，是她是大陆嫁来台湾，她嫁来台湾，后来生了这个老公死了，她公公一定胁迫她，不用讲，她举目无亲啊。我一个大陆人嫁来的，胁迫以后，她就被她婆婆告乱伦，然后就被我们政府把它取消，没错，所以就是一个这种场景。没错，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刚刚董哥说的这一些事件哦。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一样哦，因为这个加拿大，我们刚刚讲它是美国的好朋友，那现在呢，加拿大跟沙烏地阿拉伯复交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新的王储沙尔曼啊，他想要提升沙烏地阿拉伯在全球的影响力，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手段。除了过去的石油哦，他在外交上面有很多新的政策，而中国大陆现在呢也出手在扩大中东的军武市场。你看到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伊朗都跟中国大陆提出重大的军购啊，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制造武器的能力也大大的提升，包括你看到的瑞鹰这个 Fox 吧80无人机 CR500 垂直起降无人机还有 Crew Dragon 5还有实行的自杀无人机，你可以看到包括红旗这些短程的防空系统都在购买的项目范围之内。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大陆采购了这么多包括40亿美元的军武比过去多很多还指定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沙烏地阿拉伯现在也传出要跟中国订购这个在海上的包括052D 导弹驱逐舰，一次就要下定12艘因为过去呢，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跟英国买的这些驱逐舰呢，又已经开始老旧了吧？那要再继续买可是有一些困难，所以呢，他们干脆就转向中国，跟中国大陆下定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他说，中国如果你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这个驱逐舰你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而另外呢，除了中国大陆在这个中东有大举的斩获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美军司令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中国正在快速的瓜分美国在非洲、在中东跟南亚的军武市场，
过去这些都是我们美国人独占的市场，可是现在因为中国的快速到货，这个很像在买淘宝的东西，融资快速到货，因为这个都是主打的融资，还有免最终用户协议啊，非常诱人，所以我们的客户正在流失。过去10年，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军售增长了80%这是买家市场呀。那中东向中国倾斜包括我们看看这个新闻伊朗他们公开了射程达到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的第4代科兰沙尔弹道飞弹。现在问题来了，这么远射程2000公里的飞弹，它公布了，你要打哪里？你要打谁呢？那塔利班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的阿富汗过去美军撤离了阿富汗，而且是狼狈的撤离阿富汗。现在是塔利班政府，他们宣布要恢复对中国的直飞航线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图都连结了这些市场。老师怎么看这个新的秩序在慢慢的进行，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军武不是一般的商品军武的市场它一定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到相当的高度，才会有这个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军事的武器装备，它牵涉到的是它的使用寿命期很长，还有就是它本身高度敏感。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的维修，后面的后勤补给，那都几乎掌握在另外一个国家手中，所以也就是供应者的手中。像我们台湾向美国买 F16，那像法国买这个幻象，你的零料件几乎就是要依靠他们的供应，所以这个合作都是要很长的。一般来讲，像战机20-30年的寿命，一个战舰就是30-40年的寿命，那航母就是50到60年的寿命。那各位，你想052D 这是一个战略型的武器，战略型的武器，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的军事人员要到中国大陆去接受培训，那不管是操作，不管是维修还有就是他要接受战术跟战略、军事战略的培训。因为他要使用这种新式的战舰，他本身都要接受这些训练，那代表什么？代表两国两军的关系的已经到相当的高度。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当然会担忧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些军品在中东、在非洲，然后在拉丁美洲，它越铺越大的时候，代表它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已经快要取代美国。所以美国原本可以有支配力的地位就一直在流失，这个最主要原因在哪里？美国目前来讲在造舰这个能力太差了，美国现在连这种驱逐舰它都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他现在要委托欧洲来帮他建造这种传统的导弹驱逐舰，原因是因为美国发生战略上的错误，也就是他设计的2款大型的，一个是平海战斗舰证明错误了，所以停产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朱姆特的这种导弹驱逐舰，那也证明错误了，也停产了。那结果呢？它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我们所看到的052D 类似这种导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美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请欧洲来帮他们建，维修能力也没有了，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呢？他要请韩国、日本来帮他维修。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在花钱花太多，但是基础的工作没做好。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大的难题，所以他现在比较强势的就是 F-35这一款战机，其他的真的已经越来越不行了。我觉得美国在走向衰败的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明显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看看美中在武器的制造上，现在也在竞逐了。对，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我们看沙特阿拉伯，它每一年向国外采购的，不敢像美国为大宗，在65%，还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德国都有买这个武器。它现在也慢慢向中国大陆来调整，那这个持比会增加180亿美元呢，相当大的数量。然后，那中国大陆卖给这些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大部分是其中的3个。第一个，无人机，因为中国无人机选项非常多，而且中国大陆在无人机的发展跟制造
都很成熟，而且成本很低，市场竞争力就高，大家都很喜欢用，而且都很成熟。第二个火箭炮不管是卫士1234型，或者是 PHL 洞山或者 PHL 191系列，也很成熟，也很价格很低廉。而且现在火箭炮往往取代了弹道飞弹，弹道飞弹毕竟价格贵，而且点的打击，火箭炮是面的打击、面的摧毁，而且便宜。现在外销到中东市场是这样的，而中东这些国家也不希望通通压边全部买美国的，而且美国东西也就比较贵。那第三个我们讲到了就是中短程的防空飞弹。中短程包括地对空的中短程防空弹，还包括空对空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千使都要卖到埃及去，埃及要买一个中队12架，一个中队12架。然后换句话说，巴基斯坦印巴冲突，巴基斯坦就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战机，当然有局部巴基斯坦也是买美国的 F-16，但是它这个千使也卖到，包含枭龙战机卖到这个巴基斯坦。那现在埃及它也要，那包含中南美洲的阿根廷。他也考虑到买千使战机，因为现在是蛮成熟的，中共的这个特技飞机表演队就用这个千使战机。反正千使战机它的发展、它的可靠度、跟着灵敏度还有操纵，比较灵活。那这样的话，大家来买比较好飞，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已经慢慢转向，它不需要压单边，也希望多边一起来，包含军舰动五两滴，沙特阿拉伯如果要买的话，它是7000吨的垂直发射系统。它包含鹰击系列跟红旗9B 改良型的都在装在上面呢。换句话说，将来它整个的这个武器系统会受中国大陆影响。我们知道军事武器装备，刚刚赖教授也有说，就是你如果买久了，你还要仰赖它的后勤保障，后勤的维修、人员的训练，还有后面过了10年、20年还要升级，因为这个已经过时了，要升级。那升级之后，你又要重新升级，又是一笔预算、一笔经费，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只要是军售，它是长期的合作。那长期合作会影响到它的政治，影响它的军事，影响它的整个周边的地缘战略的关系。然后我们最后带一点，就是说，伊朗它这个2000公里的弹道飞弹，中程弹道飞弹，2000公里，对，它吸挂的是1.5公吨，1500公斤啊，这是3000磅的这个弹头啊。这个弹头，换句话说，将来会不会说，它为了打2000公里就装了一个传统弹头？未必。将来因为为什么伊朗它也在发展核武，将来我这2000公里的射程的中程弹道飞弹，将来也有装核武的可能，放核武器，将来核弹头啊！对你打2000公里，结果带的只是1500公斤的一个炸弹，炸个大坑，就这样子了。那不会的，他今天想到说，他也要往战略上去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经过美国的不管经济制裁，还有武器这个禁运制裁，对伊朗来讲，他已经有销售，那我就自己研发核武，研发我弹道飞弹，它也达到一定的质量跟水准就出来了。那现在换句话说，对中东地区太场和平路线也跟沙烏地阿拉伯弄好了，沙烏地阿拉伯也跟叙利亚也变好了，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外交上是求和解，但是他们在军武上面呢，他们都强调了要走自己的路。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阿拉伯是被美国或者他的这些五眼联盟伙伴认为说可以从这边攻击。好，为什么？因为当全世界这些重大的工业国家在开 G7 想要围堵中国的时候，习近平老神在他在西安开他的中亚峰会。中亚峰会是哪里？就是阿拉伯附近那些国家嘛。那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多的矿产资源。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从阿拉伯入手呢？因为阿拉伯被中国大陆给调解了，他跟过去的死敌都已经慢慢做好了。过去阿拉伯为什么会被很多国家抵制？你看加拿大跟他为什么断交5年？那个5年当然就是哈绍吉事件嘛，对不对？就是有个美国的一个特约记者他是阿拉伯人然后他在土耳其的使馆要跟他未婚妻在那边说，我进去办个证件就没有出来。对，很多人认为说被分尸，而且都找不到尸体，那就是王储干的。王储沙尔曼被认为是凶手。那他们后来国家也办了，就是说里面有些人进到大使馆，那些人涉嫌，那些人都被抓去枪毙，你知道吗？枪毙5个人了，要对国际社会交代。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选举已经快要到了，赖清德的抗中模式大大的启动。我们先来看看赖清德，他昨天到城隍庙参香哦，他说我会扛起责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同一时间呢，他发布他网络上的 YT 的新的一个竞选宣传影片，这一次讲的是他当年在当兵的时候哦，抽中了金马奖。他说这个当时呢，他被分派到外岛去他曾经看到连长走路摇晃哦，所以呢，帮他治疗好所谓他的感冒哦，讲的是过去军旅的生活，想要拉近跟一般年轻人的距离吗？赖清德的近办说，赖清德非常了解第一线军人的辛劳，也向保卫国家安全的他们致敬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兵凶战危至少国际媒体是这样形容的。那很多的役男到前线去当兵的役男，父母可能心中忐忑这支影片它的目的是在让大家放心吗？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也引起很多广泛的讨论。时间是在2018年，有一名中国大陆姓钱跟我同姓的一名男子来台湾自驾游他是骑车大家看到骑脚踏车环岛，结果很不幸的因为这个被这个路灯漏电电击身亡，被判国赔463万元，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然后被判国赔是最近的一个判决。可是今天有新的发展，行政院宣布这个对岸的人民同中华民国人民，所以他才能被国赔嘛。他说这件事情是误判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被拿来当作认知作战的素材所以要求法务部废除这个函释这是郑运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民进党这边的宣布所以呢，大家就要问刚刚上一段节目辉文哥也在问，那对岸的这个大陆的人民，到底我们要把它视为外国人，还是他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这个有很多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辩论的地方。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台湾其实不是扣留了一对夫妻吗？向心夫妻这是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因为呢涉嫌洗钱罪一审虽然已经判决无罪了，可是后来检方又提出上诉，所以这对夫妻已经滞留在台湾超过3年半了。他们每一次出庭都希望法官可以给他们清白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官司要打到哪一天、哪一月哪一个猴年马月。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在台湾因为最近的这个兵凶战危的氛围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外商就传达了一些担忧的想法、担忧的一个意向我们先来看看蔡英文总统昨天出席了欧洲日的晚宴他说了他说欧洲的商人来台湾投资已经破了550亿美元，所以呢，希望台欧之间可以签订 BIA， 签订双边贸易协定那他也再一次重申蔡总统也再一次重申，维护两岸和平是全球发展的关键。可是呢，欧洲商会的理事长尹荣这一位先生，他就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台湾其实令人担忧的除了地缘风险之外，还有能源的安全也太过脆弱因为我们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我们在烧煤，我们在烧天然气，缺乏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储存的设备也不足还有电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个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可以看到520的时候，蔡总统在他就职7周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再生能源首度已经超越核电了所以蔡总统说，我可以有信心告诉大家，台湾不会缺电。可是现在外商给你打了一个问号了。另外我们看看新加坡的副总理黄循财他说台海是亚洲最危险的爆发点我们看到侯友宜市长才刚刚去跟他见过面的黄循财副总理是这样讲的。而另外呢，美国的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他说了，希望可以促进扩大美台
联合军事训练。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了美国的核子保护伞，到底有没有可能纳入台湾呢？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5月22号就是上个礼拜，吴钊燮才说了，台美对核子保护伞的议题有进行沟通哦，只是细节他不能透露。可是今天邱国正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一题，他说没有啊，没有人找我谈这个议题，也没有任何的相关讯息，所以民众就要问了，到底谁才是国防部长？难不成美国人没有跟我们的国防部长讲，而跟外交部部长讲吗？好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过去不是美国有一个总统授权的一个所谓的军事援助案吗？给我们5亿美元，据说昨天呢第一批武器已经来了，由在桃园机场 landing， 然后由军方来接收哦。今天国防部其实也说得很暧昧，他说相关的品项都有共识，有关的执行细节不予说明，因为牵涉到一个比较机密的部分。这个5亿的军援据说是无偿的5亿美元哦。那如果说第一批已经来了包括监射的刺针飞弹，大家看一下刺针飞弹，如果都已经来了，那台湾是不是要进入巷战的准备了呢？所以亮哥郭正亮他就说，真的是太可悲了因为这样子做就是认为台湾即将发生战争，反而民进党还嗨成一团，觉得说好棒赶快武器快进来。他觉得美国人免费给台湾武器，我们不应该开心，而是可悲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记不记得二胆岛的一位上兵游泳跑去对岸了，那现在他人在哪里？是生是死呢？是生还是死呢？国防部长到底知不知道啊？来看看。请问金门二胆上兵陈家勋现在在哪里？对岸了，在对岸。对，他的家人有没有跟他通上电话？这样知道吗？他的爸爸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没有跟他通过电话，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只告诉我说：“拜托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孩子是死是活。”这要透过什么管道啊？我跟委员报告，他下了我也讲不出来，但是跟他家长联络，我可以要求经防部保持联络。现在不只是这个可能40岁左右的人已经接到教召了，还有保全保全有可能上战场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台湾保全总会收到了所谓的这个要求，被要求要提出名单那这个当兵兵种，如果你是宪兵、特战以及海陆等身份必须交出来，疑似是战争万一爆发的时候，你第一梯次要征召上战场，是这样子吗？其实大家还是会怕怕的，会担心。来，请问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去年的一个竞选口号叫做“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那所以我们可以感到所有的这些氛围，今年的选举会慢慢的延烧，这也是民进党害怕的。那也是赖清德一直找年轻人做一些沟通，或者做一些访谈那包括在政大被学生问说你明明就主张台独，那你的台独是不是造成台海的兵凶战危呢？所以赖清德现在其实在玩的就是要跟年轻人绑在一块，然后也要表示说我其实一直在保护台海。你要怎么保护台海？你的台独就是我们现在台海最不安定的，然后今天赖清德一直想丢开这一边，其实对很多台独的朋友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强伤那所以看到今天台湾所有的包括今天立法院在表决哪些人不可以去就是有没有更生人有没有投参政前阿扁的诉求，这些选罢法的这些都是赖清德要求更改的因为他想方设法，所有的都在想他的选举嘛。那他选举要跟年轻人的选票要拿所以他也要跟黑金切割，所以他要求行政院必须修这个法那当然阿扁就有反应，因为他儿子以后就不能选所有这些，那这些东西你看一桩接一桩。其实现在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就是国家要安定嘛，社会要安定嘛，安定，然后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下去
不要因为受通膨的影响。那现在这些都做不到，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民进党啊，社会会安定吗？你看诈骗集团这么嚣张，过去只是骗你钱，现在要你的命，现在把你扣下来，要你去借钱，不然就打你，打到死为止。难以想象怎么会越来越这么严重呢？那我们老百姓，他其实很多东西你不一定自己亲身有感受，可是你看到那个氛围，你就觉得怎么是这样？为什么烧死9个人的坏蛋不用判死刑？这就昨天的判决呀。那司法不是在改革吗？蔡英文刚上任不是全国司改会议找了一堆人吗？名嘴也找，律师、法官、检察官通通找，作家也找，然后讲得信誓旦旦的。几天前联合报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说，我们司改会议所有那些东西都没有兑现啊。那你都是开完会以为就已经做了，没有啊，没有一样改善。所以可以看到台湾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一些的不满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赖清德忘了他自己就是执政党，他是执政党主席，他是副总统，他也是现在的掌权者。然后今天把这些东西推成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社会，人民的期待就是很简单，安居乐业，日子过得可以过去就好，也没有说要怎么样的丰衣足食。可是这种情况是做不到的。台海兵凶战危因台独而引起，老百姓只要问自己2句话：这7年你过得比过去好吗？现在台湾这些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总统还是马英九，会有台海兵凶战危吗？会有我们的水产销不到大陆吗？我想大家不管你有没有都讨厌马英九，你都会觉得不会啊。是啊，那民进党执政给我们带来什么？看清楚了吧？是，来请教赖老师。美国多次的公开最近还在公开的说，尤其是苏立文也说，我们不会支持台独。是，拜登也明明白白说，我们不会支持台独。美国人不支持台独，大陆说你一搞台独我就打，这个很鲜明的一个对照。那今天赖清德就讲说他有责任，他要维护台海的和平。是，那也就是你绝对不会搞台独了。那你既然不会搞台独，你就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告诉你的台独的支持者，说我不会搞台独，所以你们支持我是因为我不会搞台独。那如果这些主张台独人票还是给赖清德，那你们就是假台独，因为你们知道赖清德已经不会搞台独了，你把票还是给他，然后你自己本身那就是假装你是台独的人士嘛。因为如果你是台独人士，你怎么会把票给一个台独的金孙，而他绝对不搞台独？可是赖清德到今天为止不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说他要不要搞台独。如果他要搞台独，你怎么可能让台海和平？美国人说我绝对不会支持你搞台独，你搞台独我就不会支持你了。那这样的态度就很明白了嘛。那也就是说，他如果说我有能力维护台海和平，就一定是放弃台独。我不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而是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你赖清德都讲不通，都讲不清楚，而台独的支持者也都想不清楚，那你们都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觉得这很简单的道理。现在台湾的工商企业的联合会，台湾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很担心台湾缺电，那是我们的，不管是做服务业的，或是做生产制造业的，他们对于台湾的缺电都很恐惧。我们的一般的民众被几次的这样子一个缺电，我们都感觉到恐惧，尤其夏天又来了，我们觉得生活的很辛苦，大家皆生恐惧。连欧洲的商会的理事长都说，台湾的能源安全太脆弱了。那你蔡英文，你怎么搞得大家对你提心吊胆？然后你一张嘴只说，我们绝对不会缺电，你们要对我有信心，谁对你有信心啊？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的理事会的这个商会理事长说，我对你没信心；台湾的工商业者说，我对你没信心；2300万的民众对你蔡英文说，我对你没信心。你蔡英文凭什么对自己有信心？你到今天为止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能源政策，而且你的能源政策都跳票，为什么？到现在绿能占比多少？所以还是在用火力发电。
最后一个我讲核保护伞是谎话，是假话，假话啊，都在欺骗台湾的老百姓，骗很大。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跟韩国有军事同盟条约，是都没有把核武器放在他们的国土。那美国怎么可能把核武器放在台湾？是，而一个核大国怎么可能为了台湾去跟另外一个核大国彼此之间相互丢核子弹？是，既然都不可能的话，你核保护伞就是在欺骗台湾，直接跟台湾的人民道歉吧，你不要骗台湾人了。来请教将军。对赖清德他这个到金门去啊，他认为这个他当兵很辛苦，在金门然后这个外岛。那我认为这些军人在前线呢，把这个青春岁月都给国家了。退伍的时候啊，都已经算是上了年纪了。那现在还砍他退休金，我认为是不是把军警公教的退休金啊，是不是该给他恢复啊？因为以前他们本来就是应该要的，这当初的这国家契约给他们的允诺了，就砍了人家。嘴上说辛苦，可是对实际没有给，根本没有。这口惠实不是，这骗人嘛，这骗人的把戏嘛。你把这军警公教那么辛苦，他们在驻守外岛，那个时候比现在要苦。那时候食衣住行交通条件非常的差，他还坐那个水鸭子登陆艇过去。对，那现在是好了，现在是坐飞机，有上一机场。你看那很苦，那苦的他们那一代都退了。看他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退休金少了，而且我们知道近年的通货膨胀严重。你现在那个入不敷出，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工作能力越来越差，年纪大了嘛，你现在还砍他们，我认为应该要恢复。这军警公教他们都很辛苦。该恢复，而且当初国家答应给他们的，你先砍他干什么？我认为这个不要讲一套做一套，我认为都要欺骗人民。你真的对他们很尊敬吗？那只是挂在嘴巴上来说的。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这个美国给我们的这些无偿的军援，5亿美元嘛，154亿台币。对，那给我们的是国土防卫作战，你将来刺针飞弹或托式飞弹，或者是复仇者飞弹，都打在本土的。那换句话说，在本土这边打，你设定这战场就在本土。我们可以看乌克兰这个战况，乌克兰战况整个是这个整个一片残破了嘛。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战场啊，我们设计啊，美国人设计的是一回事情，因为是美国，真的当事者是我们台湾真的要设定这个战场在台湾本岛嘛，绝对不要。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其实绝对战略的错误，怎么可以台湾本岛呢？对啊，你要把战火远离台湾，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在当面。你要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在台湾？在台湾的话，我们比乌克兰还惨。乌克兰难民有地方跑，他往西啊，就跑到波兰，跑到罗马尼亚，跑到保加利亚去了。我们往哪跑？我们往东跑是海，往西跑是跑，往南往北都是海。所以我们要去考量到整个的战场的环境跟我们老百姓的状况，再去设定我们的战场。要考量的实际不是说，我们比乌克兰状况还要糟，结果你战场这样的设计，这是不对的。所以他今天给我们很好。美国给我们这些无偿军援，我们要提出来哪些比较适合我们以台湾防卫作战所需要的。我们要建议，我们不是说他给我们照单全收。既然这样子，我们这个关系跟美国关系不是非常好吗？那应该这个样子。另外，我们才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核子保护伞，是国民党是吹牛啊，那是骗人的，怎么会有核子保护伞？怎么会这个状况？我认为它是个话题，因为什么呢？因为选举的需要。选举需要话题，好像我很了不起，我很厉害，我现在在为台湾争取核子保护伞，而且已经有了眉目了，那是吹牛的。不然国防部长什么都不知道嘛，说没有这回事情，管国防是国防部长，所以我认为这个变成一个话术，因为吹牛有去拿选票，可能这个时候到了是要笼络民心，那你这样吹牛不是骗人？我认为还是务实一点比较好。所以，我们老百姓到底该相信谁呢？如果政治人物都在吹牛、都在说谎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